Hello，我又来了。对，还在隔离。有吃好饭，大伙儿吃饭了吗？在赶作业，巴拉巴拉。对了，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可是洗了头，刮了胡子，所以就趁这个时候得开个直播，跟大家见个面。因为在隔离期间，这样的时间是不多的，就是又洗澡又洗头又刮了胡子，特别的少，对不对？所以趁这个时候得跟大家见见面。对，积极营业，不刮也没事儿，不行，因为我自己看当然没事啊，但是我自己看了之后，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面容给大家看的话，还是略稍尴尬。等以后就是如果觉得就有适合，就是有什么胡子造型啊之类的话再算吧。现在目前我觉得我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在干嘛？我在跟你们唠一唠。反正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多事儿干，搁这就看看大伙儿。我好像胖了，哎呀，这证明什么？证明了啊，我吃得好，喝得好，就还行。没有了，可能是角度问题。那来看一看啊。有点水肿，睡多了，可能吧。就是在这确实我睡的挺多的，所以你还好吧？没关系啊，不 care， 肿就肿呗。来给大伙儿讲个故事。哎呀，刚刚无聊在网上看故事，然后找到了几个。有什么故事好呢？哎，有一个我之前就看见了。这个叫做睡前小故事一：捉迷藏。一天，小猪、小鹿和小兔一起去森林里玩。突然，小猪找到了一块布，就对小鹿和小兔说：“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好，小鹿和小兔同声说。于是，小鹿用布将小猪的眼睛蒙上了。小兔说：“开始。”小猪就开始找他们了。小兔走过去，对面小鹿轻轻说：“小鹿，我们别出声，这样小猪就找不到我们了。”小鹿说：“好。”这时，小猪并没有听见他们小声说话的声音，仍然没有找到他们。他努力地找呀找呀，却始终没能准确抓到他们。之后，小猪走到了一棵大树身旁，摸到了树的树干，
他十分高兴，以为最后抓到了一个，就紧紧地抱住了大树。小兔和小鹿看到了小猪抱着一棵大树，哈哈地笑个不停。这时，小猪听到他们俩的笑声，就把脸上的布摘了下来。看到小鹿和小兔还在哈哈地嘲笑自己，十分生气，对小兔和小鹿说：“我不就是抱到了一棵大树吗？有什么好笑的？”小鹿说：“小鹿和小兔看到小猪生气了。”小兔走过去对小猪说：“好啦，好啦，别生气了，我们不是在笑话你。”小鹿又走过去对小猪说：“对呀，我们没有笑话你，刚才是我们不对，不就应笑的，让你误会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小兔也对小猪说：“我也向你道歉，对不起。”小猪看到小鹿和小兔向他道歉了，高兴地笑了，对他俩说：“好了，没关系的，我不怪你们啦。”小兔和小鹿连声说：“小猪，谢谢你原谅了我们。”小猪说：“我也要谢谢你们，在我生气的时候都在安慰我，不让我生气。”小兔和小鹿又同声说：“你永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小猪被这句话感动了，也对他们说：“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从那以后，小猪、小鹿、小兔成了永久也不离开的好朋友。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吗？这是睡前小故事哎。困了困了，对，困了就对了，这个证明效果有作用了。哎呀，那再说一个，今来点不一样的。这个名字叫做檳榔鬧月亮。一日夜裏面，檳榔呢就來到了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邊。他往小溪邊一坐低，見到河裏面好多魚，哇，好自在喎！忽然之間，檳榔呢睇到小溪中間有個月亮的倒影，吃了一驚。月亮點解跌咗喺條小溪裏面呢？檳榔即刻對住小溪中的月亮話：月亮姐姐，你唔好急啊，我即刻就過嚟救你。檳榔睇下周圍，發現咗有個好大嘅面盤喺草叢中間。好啦，我有計啦，我用面盤將月亮姐姐撈起身啦。檳榔興致勃勃咁攞起個面盤，跳入咗小溪裏面，小心翼翼咁嚟到月亮個旁邊，用面盤一撈，冇諗到月亮裂開咗。檳榔呢一下子嚇到喊咗起身，哎呀，點算呢？我將月亮整壞咗啦！第時我啲小同伴就睇唔到月亮啦，點算呢？嗚嗚嗚，喊緊。檳榔喊得越嚟越大聲，將隔離嘅馬騮仔吸引咗過嚟。個馬騮仔就見到檳榔攞住個面盤喺條河中間，係咁喊係咁喊，就覺得好奇怪。檳榔你咩事啊？咁檳榔一邊喊一邊講：月亮姐姐佢跌咗喺條河裡面啊！我想將佢撈返起身，但係我一唔覺意將佢整爛咗啊！個馬騮仔一聽，哈哈大笑，佢指住天上嘅月亮，對檳榔話：你睇下上面啦，月亮呢唔係仲喺天上咩？河裡面嗰個係月亮嘅倒影嚟㗎。咁檳榔一睇，摸住自己嘅後腦枕，傻傻地咁笑咗起身，哈哈！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困就对了。再找一个。哦，我又找到了一个，名字叫做《三个好朋友》。One day, a monkey rides his bike near the river. This time, he sees a lion under a tree. The lion runs at him. He is afraid and falls into the river. He can't swim, he shouts. The rabbit hears him. He jumps into the river. The rabbit swims to the monkey, but he can't help him. Luckily, an elephant comes along. He is very strong. He helps the rabbit and the monkey. Three friends are very happy. They go to the elephant's home. Then, three of them become good friends. 哒哒，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太小看我了，我告诉你，韩语就韩语，这有啥的？挑战，投证。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它是一个故事来的，其实。我想看。我一直想笑，不好意思啊。안촉촉한 초코집 나라에 살던 안촉촉한 초코집이 촉촉한 초코집 나라에 촉촉한 초코집을 보고 촉촉한 초코집이 되고 싶어서 촉촉한 초코집 나라에 갔는데 촉촉한 초코집 나라의 문지기가 넌 촉촉한 초코집이 아니고 안 촉촉한 초코집이니까 안 촉촉한 초코집 나라에서 살아 라고 해서 안 촉촉한 초코집은 촉촉한 초코집이 되는 것을 포기하고 안 촉촉한 초코집 나라로 들어간다。哒当，这其实是一个故事啊，大概内容就是讲了一个软饼干和干饼干他们想就是成为那个对面那个，然后就放弃了一个故事。哎呀，其实我不行啊，其他语言搞不定。其实我想学泰语和日语，可是我的能力有限。我想以后系统的学一下泰语和日语。Ten 教我的不多，你知道吗？Ten 教我的就踩ครับHenry ลองมากๆ1 2 3 4 5 6 7 8 9 10，那差不多就这些。对不起，我会好好学习的。你不觉得故事很有意思吗？要不要再来几个？算了，到时候再说的话，你们都要睡着了。还有人说已昏昏入睡，哎呀。下雨了吗？我看一下。
没有啊，天挺好的。为什么我这没有下雨啊？哎，我刚好看到有人说，我买手机支架了吗？手机是怎么支撑起来的？其实吧，你们看不到这个角度。其实我现在手机下面那个有一大很多那个水，就是用塑料袋包着的那个一瓶瓶的水，然后就放在电脑后面，然后呢，用数据线这样子穿过去，然后这里就变成一个支架，然后手机放在这，然后用电脑的一个角顶住，就变成支架了。没办法，聪明啊，对。最近在干嘛吧？最近其实有打游戏，对。哇，昨天头发这么黑。有运动一下，然后有那个什么，有打打游戏啊，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劝我啊，不要打那么多游戏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什么都有个度吧。我觉得我自己还算蛮能拿捏这个度的，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打的时候我就打，该停的时候我就停，这样就不错了，就这样就 OK 了。然后也给大家说个事儿，就是像打游戏这样子的话，我家人一直都是比较支持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重点是你在游戏里面学到什么，这是我的观点。就像是我以前有玩一个游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做《部落冲突》，那是一个手机里面的游戏。然后我以前玩的也就挺入迷的，就特别喜欢玩，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后面我母亲就看见我，就说为什么你一直玩这个游戏，巴拉巴拉。一开始她不理解，然后我就大概的跟我妈说了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玩法呀，然后需要什么样啊之类，然后我妈就喜笑颜开，她说：“哎，不错哎，那你继续玩，挺好的。”然后我妈就说：“那你要在这个游戏里面学到了什么？”然后我就开始想，学到了什么？我就开始想，学到了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我妈就说：“你看，因为你要管理一个村庄，你需要什么？资源整合，你需要学会管理，管理里面要学会分配，然后还有攻打其他那个其他玩家的村庄的时候，那你要想一下这个比例，你会失去多少，你会得到多少，中间的利益总利益净收入是多少，你这个要去思考。”我说对，然后我就去想，然后慢慢我也从这些游戏里面就学到了如何去管理资源吧。然后我觉得可以在游戏里面多学一下或怎么样。然后就好像我现在有打英雄联盟啊或怎么样，我觉得我在里面学到了蛮多的，因为我有打美服，我有打韩服，我有打国服。然后有时候我为了看懂一些技能介绍，那我就会就是想办法看懂它的文字。那我不是那个 native speaker， 就不是那个，我就不知道他说什么，那我就上网查。那查了之后，那我慢慢的学会了单词就越来越多，然后后面我就会了呀，这些单词那就是我学到的呀，学到就是我自己的，那我就可以
一直有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挺好的，所以两方面吧，我觉得，从家长方面就这么说一下，从家长方面可以看一下，就是多一些理解啊，多一些包容啊，会更好，但是也要管理好孩子们的时间，因为有很多孩子会对时间的掌握度不够好。那比如说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应该更多的是表现出自己的自制力，而且得有自己的一套时间管理系统，得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玩的时候玩，学习的时候学习，你这些得把控的好，也不要沉迷游戏，就是该停就停，就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少更多的矛盾吧。儿童教育专家不是，我只是说一下这个现况，因为我觉得这蛮有帮助的。曾经我也有认识我妈妈的朋友这样子，然后一起坐下来聊天，然后说的很多的就是，哎呀，我的孩子一直打游戏啊，怎么才能像你一样可以多出来走走，就是什么什么的。那我就说，阿姨我也打游戏，只是有一些方法，然后就是把这套就是这些大概的观点就给他讲一下，然后后来过了很久，那个阿姨又联系我说，哎呦，阿恒啊，谢谢你当时这么说呀，现在我和孩子都得到了很大的沟通，谢谢你啊。然后我也觉得特别有，怎么说呢，有点成就感吧，算是我觉得。就我的经历能帮到一些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自己也特别开心，然后我就决定，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我也不是说提倡啊要去打游戏啊或怎么样，我只是说要去那个不要过度，对，要管理好，而且可以的话就是从游戏里面或从各个方面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那这样的话对以后也特别有帮助。大师我悟了。什么？我这个哎呀，完了！本来只是唠唠家常，怎么变成那个导师开讲了？并不是，我不是什么导师或者怎么样，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那个经验而已，分享一下。就当然有人觉得对，也会有人觉得不对，就大伙儿就听着吧，就觉得有用就听一下，没用就忘了它也行，真的没关系。我就这么一说。啊，当作业我是帮不了你啊，你要自己写，真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算是有用功去学习了，但是很多都忘了，就没有复习之后就忘了，我帮不了你很多。加油，我只能给你鼓励，加油。帮写论文，并不会。找错人了。我觉得如果在写作方面，就是像论文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坤哥应该挺不错的，因为坤哥他写字又好看，然后他很多就语句啊特别通顺，然后做的特别好。就以后坤哥开直播或怎么样的时候，什么要写论文的话，就找坤哥去。在我这的话，我就只能给你鼓励，加油。
对啊，叫坤哥开直播呀。不会吧？要我催他？哎，行吧，等我结束之后我去催一下他吧。怎么样？是不是完成了大伙的心愿？上班特别累怎么办？得看什么班呐、比如说上夜班的话，那是挺累的，因为晚上嘛，困嘛，那只能加油。嗯，想辞职怎么办？我觉得考虑清楚吧。虽然说这个现在可应聘的职位特别多，但是也不是特别容易招入人，所以就考虑清楚呗，以后别后悔就行。开会疯了怎么办？开会疯了怎么办？开会，那开会它有开会的目的性，得是为了什么？那开会是为了一个作品的完美性，那这是你的工作，你也得做好，因为你有你的职责所在。但如果很多被迫的开会只是闲聊啊，做个形式啊这样子的话，那说实话不用特别的去掏心掏肺的对待，就黑啊黑啊就过去了，就所以得看情况。重要的事情把它做好，就有一些不重要啊、不必要的事情啊，就省略就行。啊，对，歇一歇，歇一歇。拍照不好看怎么办？我也拍照不好看，我拍照也不好看。我觉得就是比较有长时间关注我的粉丝，大概都知道我拍照是确实不咋地。就很多都是别人拍的。这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我也想解答给大家，但是说实话，我也才20出头多一点点，我的人生阅历也并没有那么丰富，只是略知那么1、2，还没到3呢。所以就能帮到你们的话，我尽量也帮，但我也会有我自己的烦恼或怎么样，我也会去努力的解决。所以，我可以做一下，暂时的知心哥哥。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好，你们问吧。没有帅哥当同学怎么办？你这个，你这要求挺高啊。今天吃什么？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人生的大难题之一，不仅难到了你，也难到了我，我觉得也难到了在座的每一个人。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就是点指兵兵啊，点到啥吃啥。或者你可以去那个身体检查，然后看自己缺什么。你缺铁你就吃点铁，缺钙你就吃点钙，是这样子。还有什么？哎呀，怎么长才可以长成我这样？别问了，别问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就这是我
我爸爸妈妈赐予我的，我只能感谢，就真的感谢。上课悄咪咪的看直播，那你就请你关掉它，好好的上课，谢谢。感到迷茫怎么办？感到迷茫怎么办？我想一下，我有没有很迷茫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啦，但是不多。但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也经常会去用的一个办法，就算是一个想法吧，就一直给自己加问号。什么叫一直加问号？就是，我会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做这件事为了什么的时候，那我就会一直加一个问号。我是为了什么去做？然后想答案，想到那个答案之后，再去那个答案再问，一直问自己，然后问到最终的目的。哦，原来是为了这个，那就会重新的，算是有点让自己找回初心啊，然后又可以让自己更加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口味？酸甜苦辣都挺好的，我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特别不喜欢。但我喜欢吃那个dim sum里面的那个凤爪，有花生的那个，就不是硬的，就比较软的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身边的人有说过我帅吗？还好还好，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对，哎呀，这问题把我问害羞了，我天哪！想去澳门玩，想去澳门玩。我觉得条件允许就去呗。不过最好是等到就是在一个安全的期间去，然后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我个人觉得啊，仅个人观点，就是在澳门玩的时候，不会待很多天，就是你有一个小短期或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澳门是一个比较适合去的地方。然后玩的东西也特别多，风景也特别好。然后在那，有时候其实我自己，比如说回澳门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自己瞎逛，就一直逛那个大街小巷，就是小巷里面的一些路，我觉得可以更加的看得清楚这样的，建筑吧。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就是有一些中西结合的一些建筑，我特别的喜欢。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自己走着走着去看一下这样子。但是最近，比如说澳门新建的一些什么东西，我还不太了解，因为我也太久没回家了，所以。对了对了，有朋友说我逛过北京胡同嘛，有逛过，但次数不多。我也是特别喜欢逛胡同的人。以前我也去过北京，然后在北京也逛过胡同，然后有跟朋友一起逛过，然后特别有意思。但很多就名字那些我记得不太清楚，
那就一直逛，然后看这个胡同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特别窄的道路，然后里面停着很多车，然后那个车轱辘旁边都有一些木板啊，或有一些布盖着。我觉得这好像就成了一个像一个规矩这样子，只要进到胡同，我就会看见这样的情景，蛮有意思的。想去澳门蹦塔，可以啊，反正我还没去过。哦，我记得好像有什么，有什么，反正有一个很刺激，然后有一个不是特别刺激，对，这样子的。我还没去。不要再捏脸，习惯了。有没有吃过螺蛳粉？我吃过，当然吃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说实话，因为我不太了解嘛。然后所以有吃过一些包装的，然后也是成员买回来的，然后我就蹭，一直蹭啊，蹭一下这个，蹭一下那个。这有谁？老肖、坤哥买的比较多，对，螺蛳粉这样的。游戏怎么才能10连胜？第一啊，实力，哎呀。第二，曾经有一位粉丝祝福过我，所以我可能就是收到了他的祝福，所以我就10连胜了。哎呀，段位到哪里？如果告诉你们的话，就没有神秘感，对不对？大家现在对我的实力还不太了解的吧？对，那我就希望保留这个神秘感，然后大家就尽情的猜测吧。对，在你们心里，我的段位是在哪里呢？啊，青铜白银铁，随你们便吧。原来我在你们心目中是这样的地位，没关系，我没哭。难道我会告诉你我的心在流泪吗？不，我不会告诉你的。哭吧，哭吧，男人哭吧不是罪。
有没有最近隔离的 TMI？ 哇，还真没有。隔离就认真的隔离，循规蹈矩的隔离。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一开始隔离之前我已经定好目标，我黄冠亨 Henry， 我要早睡早起，有空我就做运动，调整好我的作息。结果时间慢慢的过去，中午下午才起床，然后就晚上睡不着，早上一直来劲，没有，不过我已经努力在调整。那这个事发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因为隔离期间你早上是需要测体温的。那我个人是怎么呢？如果醒了一次，然后再睡的话，那个叫什么，好像叫回笼觉之类的这样的说法，然后我会睡得特别死，特别沉，然后我就一睡到过中午这样子。所以没有怪任何人啊，只是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而已。所以每天早上都会起来一次体温，醒了，然后醒了，然后再睡，一睡那个回笼觉，然后就直接沉到中午。没事，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再想想办法，再改一改这样。很多人说我也一样，那就不行。虽然这是现代人的通病，但是得改，就要对自己好嘛。对，作息要正常一点。对，有人说到重点了，熬夜容易秃头，你们想秃头吗？不想的话就早点睡觉吧。没事，头发多也不经你那么耗呀。昨天的奶茶好喝吗？哎呦，蛮多人知道我昨天喝奶茶的哟，蛮好喝的。说粤语，其实说粤语当然可以啊，但是大部分听众他们说听不懂嘛，然后有时候他说只能靠猜，那我觉得还是就是符合大众嘛。听得懂，哎呦，厉害了喂！你说什么？突然想起来，这算是很久以前的一个 TMI 吧，就是突然想到我奶奶，因为很久以前，就是我在房间睡觉之前，我都会叫奶奶给我讲那个睡前故事。但我奶奶她不会去真的读完一本书给我讲，或者是看着书给我讲。我奶有一个超能力，就是故事现编，就一直现编，就很无厘头的那种现编，
那我也乐意听啊。然后我还记得一个，但是只能大概还原了，因为真的很小的时候的记忆，而且只记得一小部分，然后其他我就加一些东西进去，然后大概好像是这样子的。從前有個超人，佢叫鹹蛋，所以佢叫鹹蛋超人。佢攞住兩粒鹹蛋，行喺沙漠嗰度。佢好頸渴，好頸渴，但係佢睇住淨係得隻蛋，解唔到渴。但係佢又好頸渴，好頸渴，行啊行啊，見到條鱷魚，佢就問鱷魚：靚仔，整支水嚟飲下啦。咁鱷魚就話：好啊，咪俾你咯。咁超人飲咗水，又行下行下，行到一座城市嗰度，佢坐低點咗碗竹升麵，佢覺得好好食，問師傅點整㗎啲麵。師傅話：係咁摁咯，摁啊摁啊，啲麵又要過冷河，咪先好食㗎嘛。哇！我一日可以賣好多碗㗎，人人都食得好開心咁，叭叭叭，然後就一直瞎編，然後他想到什麼說什麼，然後我也樂意聽，然後我就一聽，我覺得特別有意思。那其實什麼都是亂編的。越听越精神，有一点吧，我会想啊，那接下来剧情会怎么样？因为每一部都是意料之外，因为我完全没想到为什么超人会去那个吃面这样的之类的。粤语教学啊，刚刚有人跟我说，我觉得可以整一点，就是因为大家也会旅行嘛。那如果以后就是不太了解粤语的朋友们，然后去到讲粤语的地区，那其实先说一点啦，就大部分几乎所有人都会讲普通话，那这是一点不用担心的。然后去到如果真的想展现一下自己的粤语的话，那首先得学的话，就是生存的基本，比如说，比如说去到一些地方，第一句会讲就是靚仔靚女，学会了吧？靚仔靚女，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靓仔靓女，为什么这么讲呢？这其实是有点像习惯吧。就你这么称呼别人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男生，对我也会叫他喂靓仔，然后看到一个女生，哎靓女啊，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路啊？这样子之类的。所以这个开头就已经对不对？学会了吧？靓仔靓女，来大家跟我说一遍，靓仔靓女，对，这是一个礼貌性的，然后这是学会了一个开头嘛，然后呢就可以去下一步就比如说人有三急，那想去洗手间怎么办？你不会讲啊，洗手间，那你就可以说，先是告诉你洗手间叫廁所或者洗手間，那洗手間就比较容易听得懂，是不是大众？因为洗手间、洗手間啊，其实还是有那么点相似的，那你就可以学一下廁所、厕所，也比较像的，对不对？那可以学一下。那在哪儿？怎么说呢？喺邊啊，这个有点难。喺邊，对了，然后就可以这样子。那所以连成一句怎么说？啊，对，你得客气一点，要加请问，对不对？请問，請問，靚仔，廁所喺邊？哎，你看人有三急这部分就解决了，是不是？学会了吧？那还有一个，教多你们一句，最后一句啊。教些什么有用的好呢？
啊，有一句就是实用性不太高，但是能体现出自己会粤语这样的一个技能。就别人如果问你，哎，你喜欢做什么？你就聊家常的时候，别人会问，那你平时干什么？你就可以用粤语回他呀。饮啖茶，食個包，哎，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饮啖茶，就是喝口茶，食個包，吃个包，对不对？这样子呢，就会体现得出自己的那个生活特别的轻松嘛，然后就感觉什么事都不在话下，就特别能掌控全场的感觉。哎，你平时干嘛呢？饮啖茶，食個包。好，就这么两句啊，我觉得对大伙应该会有那么一点帮助的。从入门到放弃啊，不好意思，让你们觉得想放弃，不好意思，我的错。我觉得这个就粤语还是要多传承。刚刚还有人说，那如果比如说想就是抒发自己情绪，说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话语的时候，那这个说实话，我还是不太推荐大家学。就我觉得大家可以知道，但是不提倡。讲点笑话，我上网找一下。如果网上找的话，是大家都知道。啊，不行不行，有一些不能说。啊，那我觉得对这个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用粤语讲好了。從前有古代人物有關羽啦，有張飛啦，有劉備啦，有趙雲啦。
但係咧，佢哋得3張票喎，但有4個人喎，咁邊個冇去咧？大家估下啦，係邊個咧？咁3聲之後就公佈答案㗎咯喎，3、2、1，係關羽冇去啊！咁點解咧？因為關羽將飛留俾趙雲，將飛留俾咗趙雲，咁趙雲咪去咗咯。咁邊個冇去咪關羽咯？對唔住，我好難啊！我唔得咩？啊，OK，啊，不笑了，没意思，就差不多吧。再讲的话，我感觉我自己会笑到晕去。听不懂的，这怎么翻译？翻译的话也比较难，翻译不了。隔离其实不无聊，蛮有意思的。哦，不是蛮有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是就可以跟大家见面嘛。然后我平常也有跟家人打电话，也有跟队友们打电话，然后刚刚也跟经纪人打电话，蛮多人可以跟我就是聊天的，所以我觉得时间过得也蛮快的。所以身边的朋友也很重要。哦对了，刚好看到这条绳子，这是什么绳子呢？这很久以前还在练习的时候，然后跟 Lucas 还有跟坤哥一起出去逛街，然后买一个手链，然后就得到了这个。然后我们3个人1人1条，但很久以前了，我是突然翻柜子，突然找到，我就觉得又蛮好看的，我就拿出来戴。怎么保养皮肤？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得为以后做着想，目前还是先不告诉大家。对，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大家的。只能说一句，管理很重要啊，用对产品也很重要啊，只能说那么多啊。对，加油！隐隐约约的看到几个大字没？广告招租，开始自行找工作。没有，开玩笑。那有人找当然好啊，对吧？
如果说粉丝们就一直就各种品牌方，那就是粉丝们的力量。我真的好不要脸的我，没有，忘记。今天还喝奶茶吗？今天看情况吧。喝什么？不知道哎，看心情咯，就当下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不想喝就不喝。有想染的发色吗？目前没想那么多，只想就是让它自然的长出来，自然就好。剪头发，其实我那个我回来之前我已经剪过一次了，不然的话更长。本来我头发到这儿差不多，给剪了。留不留长或剪不剪这个，看情况吧。自己剪，我不太相信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还真不行。可以的，相信自己，别搞。你相信我，我不相信我呀。让温温给我剪。手艺人董事长。我等会问一下他的经验。吃的好吗？吃的很好。广州热吗？在这，我一直在室内，所以我可以随时就是调空调，想热就热，不热就不热。对，这个突然又想到一个事儿，其实很多人，特别在海外，然后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一起合作了很久，然后关系也特别好，然后他有一天，他就问我 ，Henry， 你的本名叫什么？挺好奇的，然后我就我就跟他说，我本名就叫 Henry 啊，然后他说啊，
Henry 不是艺名吗？然后我说不是啊，我证件上面写的就是 Henry。哦，是吗？然后我还把我证件给他看，哦，你真的叫 Henry？ 然后我说对，我叫 Henry。然后重点不是一个这样子哦，然后其他工作人员听到我们的对话，也过来了。Henry， 原来你真的叫 Henry 啊！然后我再说一遍，是的，我就叫 Henry。我不好像认识了好几年了，但我好像重新介绍一遍。你好，我叫 Henry。原来你叫 Henry。然后特别是比如说像韩语的发音叫 Henry， 它就更加像那个别称，就是像艺名这样子。然后说实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现在才知道吧。哦，对了，我中文名叫黄冠亨。王冠祥。因为呢，粤语它那个黄啊、王啊是那个一样的读音嘛，所以很多人都会搞混。要想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写字很快，然后我从小就是人写我名字的时候，哼就是就这样连笔，然后那个勾啊，就老要提一下，变成一横就变成一个响字。那有人看了，那一点名，如果是颁奖我都不敢上去。下一位得奖人员黄冠祥，我不敢。以前还真有过这样的，在学校里面发生过，但不是领奖那个是我就是编的一个情况，但有是什么就写在一个那个黑板上面的这样子，然后我是人我自己看见，是我耶，但我又不知道去哪说，就算了，就那样吧，没关系。大家有没有就是被人叫错过名字或者名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哦，对了，这个我说实话，我是真的不介意，一点都不介意，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那你们说一下，也让我笑一下好了。有人叫冷静。OK 哦，我不是笑这个，只是就是哦，怎么说呢？觉得有意思。我觉得每一个名字它都有自己特别的意思，就是不是去嘲笑，只是这样子分享出来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知道多点知识这样子。那我以前的外号，对我以前的外号就有啊，因为我叫黄冠亨嘛，中文名字，只念前面两个的话就很像黄瓜，然后这个音，然后就很多人都叫我黄瓜，黄瓜，然后所以就很多人就这么叫，蛮有意思的。然后包括我很多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我朋友们真的很亲的朋友们也会叫黑 donkey， 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是一个别称，叫什么爱称。喜欢叫呱呱，喜欢叫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挺好的。那我觉得，粉丝们怎么叫我都蛮 OK 的。因为这都包含了就是有很多意思嘛，就我觉得都挺好，就你们叫的开心就行。
可以叫老公，还是叫我，还是这，别搞，小亨也挺好的，都挺好的。怎么叫怎么叫。哦，这个可以，黄种，哎呀，一听上去就非常的宏伟啊，这个名称。哎，黄总，哎，客气客气，客气。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我刚刚所说的嘛，饮啖茶，食个包，这就会体现出这个黄种的那种感觉。饮啖茶，食个包啦，啊，对不对？很有黄种的感觉，对不对？嗯，卡了吗？看一看。现在呢？好了，好了没？我在动。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对，还有一个特别好笑，也是关于我名字的一个事情。以前有一位经纪人，然后我们还没见面，然后我们当时还没见面，然后他反正大概什么，因为真的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他看了我的资料，但那个资料就是因为只是听了我的名字，然后打上去，然后他把我的姓给打错了，打成那个皇上的皇，然后我那个经纪人看见了之后，然后后面到真的面对面认识的时候，他第一天就过来跟我说：“哎呦，你就是黄冠亨是吧？”然后我就说：“是是是，因为读音没问题。”对，我是黄冠亨。哎呦，你的姓太霸气了，特别的有范儿。我就想，这黄就是颜色的那个黄啊，就是怎么就霸气了？可能就你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OK，就这样子。我没想到他一直在夸我这个姓。哎呦，你这个姓啊，太霸气了，一看就人上人这样的，就特别有范儿。说了好几个星期，我就开始搞不懂，你知道吗？还好吧，我怎么没有觉得会特别霸气或者怎么样呢？虽然我很喜欢我的姓，然后后面也是我不知道忘了一个什么情况，然后他又了解到，对对对对，我想到那个情况，当时有要给我一个名牌，然后就上面写的我本来的那个姓皇冠汤黄色的那个黄，然后他就特别的负责任，哎，工作人员，你把他名字给弄错了，他不是这个，他是皇上的皇。然后我当时我就慌了，然后那边工作人员也慌了，然后我说不出话，当时我说哥，我不是这个皇，没有错，然后他还纠正我，
错了错了，你不是这个话。然后我就经过了我的重重解释，然后那位经纪人哥哥才原来你是这个话。所以没有说是对与错，就是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是因为当时他看我的那个一个简介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人是听了我的名字，然后打字打上去打成了那个谎，没有谁对谁错，我就觉得特别好笑这样子。那位经纪人哥哥也是特别可爱。不是可爱本身，其他经纪人。哪个经纪人不告诉你？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哎，我的不会吧？我的外号又多了一个。哎呀，晚饭吃啥？我也在想。哎，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我看一下。等会不会有瘦脸吧？你看着我怎么有点瘦了？好像没有。大家有没有推荐的？让我帮一下我。如果非得说要求的话，我想要有菜，有肉。面和米饭随便，就是2种都可以，或者是其他也行。最好是有汤，大伙帮我想一想。茶餐厅哦，对，我刚刚已经吃了那个茶餐厅了。买了当灌汤包。大家给的建议都很好哎。煲仔饭，火锅，火锅那个是认真的吗？我在隔离耶。我不想让我房间全都是有那个味道。海南鸡饭，沙拉，认真的。火锅除外，暂时虽然我很想吃，但是别搞。米线不错。冰棒，你在开玩笑吗？有肉吗？有菜吗？有汤吗？冰棒的，刚说冰棒的那位，你晚餐你会只吃冰棒吗？粉丝们太有意思了，真的。西瓜，珍珠奶茶，怎么越来越偏离轨道了呀？黄焖鸡，冰淇淋，寿司可以。方便面，热盘鸡，五样雪糕，拍黄瓜。这些粉丝太难带了。
别吃。杨枝甘露，奥利奥蛋糕，酸菜鱼啊，酸菜鱼还行。椰子鸡，还行。臭豆腐，臭豆腐味儿有点大。叉烧，叉烧可以，叉烧可以。雨粉披萨，披萨可以。刘洋洋，说刘洋洋的为你出来，泪晒大泡，真的离谱。你说刘洋洋看了多伤心呀！我等会我截图给刘洋看。真的是，啊，算了，我觉得你们这个太离谱了。虽然特别有意思，我还是等会就点菜的时候看图片吧，就突然想到什么就吃什么吧。真的是不问你们了。那，哎呀，我去点菜了，那，拜拜，拜拜啦，拜拜各位。